今天要讲一个传奇的投资故事，主角是一位日本散户投资高手小手川龙。他只用最笨的方法，在短短几年内让自己的财富翻了将近10000倍。听起来是不是不可思议？别急，让我们从头开始，带大家一步步了解这位传奇人物的投资生涯、交易策略以及背后的投资哲学。首先，简单介绍一下小手川龙的背景。他1978年出生于千叶县市川市，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并不是什么金融世家。2000年，还在东京某私立大学法学部就读3年级的他，用打工存下的约160万日元积蓄，懵懵懂懂地踏入了股票市场。对于一个刚满20岁出头的大学生来说，敢拿自己辛苦赚来的10万多块钱投入股市，胆子不可谓不大。但年轻的他满怀对财富增长的期待，决定碰碰运气看看。在开始小手川龙的故事之前，我们先简单说明一下什么是股票投资。其实，股票代表着一家公司所有权的碎片，买股票就是成为那家公司的一小部分老板。简单来说，如果公司发展好，股票价格上涨，你就能赚钱；反之，如果公司经营不善，股票下跌，你可能亏钱。理论上原理很简单，低价买入，高价卖出，就能盈利。听起来谁都懂，对吧？但实际上，大多数人往往做相反的事，股票涨了才追进去，跌了才慌忙卖出，结果不仅没赚到钱，反而被套牢。小手川龙厉害的地方就在于，他用一种近乎笨蛋的朴素方法，硬是把低买高卖这个简单原则发挥到了极致。小手川龙刚开始炒股的时候，和许多新手一样经历了波折。他进入市场的时机恰逢科网股热潮末期，一开始可能还小，有斩获，账面上的钱慢慢增加，这让他更加兴奋。然而好景不长，2000年后美国网络科技股泡沫破灭，全球股市进入低潮，日本股市也受到拖累。他上半年在股市上赚的钱没多久就全吐了回去。到了2002年下半年，小手川龙之前好不容易累积的收益居然全部赔光，眼看辛苦的积蓄归零，他也曾感到灰心丧气，甚至一度想过干脆放弃炒股算了。不过就在那段低潮期，他并没有真的退出市场，相反，他开始冷静反思自己的交易策略。经历了亏损，小手川龙逐渐明白股市是多么残酷的世界。他意识到，如果没有好的方法和心态，光凭运气和冲动是走不远的。于是他下定决心继续钻研，找出适合自己的生存之道。这个时候，小手川龙变得异常专注，仿佛整个人都为交易而活。他对投资产生了近乎痴迷的热情，天天研究盘势走势，不断总结经验教训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他的偶像是一位美国传奇投机家，名叫维克多·尼德霍夫。尼德霍夫曾是金融大鳄索罗斯的战友，但后来因一次大失败破产，又东山再起。小手川龙非常崇拜这位前辈，甚至在网络论坛上用 BNF 作为自己的昵称，这其实就是尼德霍夫名字缩写的一种变体，因为日语中 V 的发音类似 B。 受偶像影响，小手川龙深知控制风险的重要性，他看到偶像都曾跌落谷底，更提醒自己绝不能掉以轻心。所以接下来，他一边学习市场知识，一边磨练自己的交易心态，用实践一点点打磨出独特的交易策略。那么，小手川龙究竟摸索出了一套怎样的交易方法呢？总的来说，他走的是短线路线，也就是所谓的当冲或超短线交易。他主要专注于2类股票，一种是突然大跌的超跌股，另一种是刚上市不久的新股。他的操作风格非常简单，简单到甚至让人觉得就这。其核心就是前面提到的老话，低点买入，高点卖出。但关键是他真的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。别人恐慌抛售时，他敢于低接；别人贪婪追高时，他淡定卖出。这种逆向操作在外人看来好像傻乎乎的，因为大多数人股价暴跌时只想赶快逃命，哪里有勇气捡便宜？可是小手川龙恰恰拥有这份冷静和胆识。为了判断一只股票到底算不算跌过头，他也有自己的一套指标。他不怎么研究复杂的基本面，不去纠结市盈率、市净率这些财报数据，而是更关注股价本身的走势。
其中一个重要的工具就是参考股票价格相对于平均线的偏离程度，也就是乖离率。简单说，就是看这股票跌的跟平常比是不是特别多。如果价格远远低于它过去一段时间的平均水平，达到所谓负乖离率很大的程度，那往往意味着抛售过度，股价可能随时反弹。打个比方，平常一只股票在100元左右波动，突然因为某些消息一天跌到70元，这时许多人一看跌那么惨，可能吓坏了，赶快卖。但在小手川龙眼里，70元也许是个捡便宜的机会，因为跌过头了，迟早会反弹回来一些。于是他会在大家恐慌抛售时果断买进，等股价反弹到比如90元、100元的时候再卖出，转眼就把差价收益装进口袋。当然，要抓住这种超跌反弹的机会，可不是光靠胆大就行，还需要非常快速的信息掌握和决策能力。小手川龙每天的生活几乎都围绕着股票市场转。早上开盘前，他会先看看隔夜美国股市的表现，以及当天日经指数期货的走势，因为这些往往会影响东京股市的开盘情绪。中午休市时，他也不放松，还会留意邻近的亚洲市场如新加坡、韩国的走势。总之，他时刻紧盯各种市场风向，生怕错过任何一丝对股价有影响的风吹草动。信息就是机会，谁能更早捕捉讯息，谁就占得先机。对普通散户来说，往往等新闻见报隔天才知道时，黄花菜都凉了。但小手川龙训练自己成为跑在讯息最前面的人。他在网络上的活跃也很有意思，还记得他的昵称 BNF 吗？当年他默默混迹在日本最大的网络论坛 2CH 上，以 BNF 之名分享自己的交易心得和战果。一开始他只是无名小卒，没人特别注意，但随着他每天交易赚的金额越来越夸张，终于引起了一些网友的关注。有人开始对这个神秘 ID 顶礼膜拜，觉得出了个股神，也有人半信半疑，怀疑哪有散户能天天赚那么多，一定是在吹牛，甚至还有人对他冷嘲热讽，酸言酸语。面对这种情况，小手川龙看气氛不对，为了低调起见，干脆退出论坛，不再公开晒自己的交易成绩。直到后来发生了一件轰动日本股市的大事件，他这个人神秘的面纱才被彻底揭开。这件事就是震惊全球金融圈的 JCOM 股票错单事件。故事发生在2005年年底，那天有一家公司叫 JCOM 日本捷科姆，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挂牌。本来新股上市应该是个喜气洋洋的日子，然而开盘前发生了一个离奇的插曲。日本瑞穗证券的一位交易员在输入卖单时手一抖，竟然把指令搞反了。他原本想下单卖出一股，价格61万日元，结果阴差阳错输成卖出61万股，价格1日元。这可是天大的乌龙。要知道，61万股几乎相当于这家公司发行股数的42倍。巨量的卖单一挂出来，市场瞬间炸锅，投资人还以为公司出了什么大问题，纷纷疯狂抛售手中股票。JCOM 的股价立刻一泻千里，直接扑向跌停板，当天股价下跌的极限。然而稍微冷静想想就会发现，这明显是一笔不可能存在的错单。只要读过 JCOM 公开说明书的人都清楚，市场上哪来那么多股票可以卖。瑞穗证券很快也反应过来，但交易所的系统一时间无法撤销这笔错误委托。情急之下，瑞穗证券只能自己火速买入市场上的 JCOM 股票来补救。一来一往之间，股价很快又被从跌停板强行拉起，一路冲到涨停板。整个过程发生的电光火石，许多围观的投资者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。股价就像过山车一样，先直直坠落，又猛然拔高。而我们的主角小手川龙，正是在这10分钟左右的电光火石里，完成了一次改变人生的神操作。当时市场上一片恐慌时，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错单导致的无厘头暴跌迟早会反弹回正常价。于是他当机立断，在股价暴跌接近跌停时大举买入 JCOM 的股票。他一口气买进了7100股，几乎捡到了地板价的所有筹码。果不其然，随后瑞穗开始自救买盘，股价直线拉升。他在价格弹升到约 77.2 万日元时卖掉了其中部分，约1100股，剩下的6000股后来被东京证券交易所
强制以每股91.2万日元的价格清算。就这样，短短几分钟的左手买右手卖，小手川龙粗略估算，净赚了约20亿日元的利润。要知道，一般人在股市里赚个%几就不错了，而他10分钟进账20亿日元，当时约合人民币1亿多元啊！这桩奇闻异事也让他一战成名，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人物。由于在 JCOM 事件中获利丰厚，小手川龙的身份终于曝光，他买入那么多股票，名字直接出现在了 JCOM 的大股东名册上。一个20多岁没在金融机构任职的年轻人，居然能动用几十亿日元资金翻云覆雨，这在当时引起了极大轰动。大家都很好奇，他究竟是何方神圣？那段时间，日本媒体疯狂想采访他，不过小手龙本人相当低调神秘，并不愿意抛头露面。直到后来几年，金融危机之后市场动荡，他才陆续接受了一些媒体的访谈。从这些访谈中，人们逐渐拼凑出了他发家的经过和交易理念。许多人甚至怀疑他是不是某家券商故意塑造出的传奇人物。但随着时间推移，有心人发现他的名字还出现在其他一些股票的大股东名册上，证明这个人确有其事，而且持续活跃于市场。随着身家暴涨，小手川龙也开始改善家人生活，但他个人的生活方式依然非常朴素简单。据报道，2006年至2008年间，他住在东京港区一套价值4亿日元的公寓里，算是享受了成功的果实，也为四川老家的父母买了一套2亿日元的房子和一辆车，算是尽孝。然而，他自己不开跑车，爱坐地铁，经常逛百元店买生活用品。吃饭也很简单，早餐常在便利店买御饭团充饥，每天几乎宅在家里，不旅游不社交，朋友极少，也没有谈恋爱，整个人可谓相当宅，几乎把所有心思都放在股票上。这种近乎隐居修行般的生活，换来的是他资产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。到了2008年底，据统计，小手川龙的个人资产已经达到约218亿日元，约合2亿美元。从当初区160万日元起步，到短短7、8年累积到数百亿日元身家，财富增长倍率高达13000多倍，难怪大家称他为民间股神。然而，小手川龙自己却很清醒，他深知之所以能走到这一步，靠的不仅是几次运气爆棚的交易，更是多年如一日的自律和坚持。他有一句名言，大意是：投资其实就是概率的游戏，10次交易里能有6次赚钱就足够了，最重要的是控制亏损。他强调，要把精力放在尽量减少亏损上，利润自然就会慢慢积累起来。如果行情走向超出自己的预期，价格跌破自己能接受的范围，他会毫不犹豫地尽早止损离场，而不是奢望着价格还会弹回来。正是这种严格止损、保护资金的纪律，让他在市场中得以长期生存并持续获利。小手川龙还曾半开玩笑地表示，长期投资对他而言就像个笨蛋一样，傻傻抱着股票不动。他可没耐心一路坐过山车，而更喜欢在波动中灵活进出，快速实现获利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长期投资不好，而是他的性格和能力更适合快进快出的短线交易。他擅长把握市场短期的情绪变化，靠快速果断的操作吃套利空间，而不是等待公司基本面慢慢成长。对普通投资者来说，也许未必能复制他的疯狂交易节奏，但他强调的那些原则其实很有普遍意义。例如低买高卖、顺应趋势、严控风险、克服人性等等，这些对任何投资者而言都是重要的道理。特别是低买高卖这种看似最笨却最有效的诀窍，人人都会说，但真正能做到的人少之又少。小手川龙用行动告诉我们，只要你能严格执行这个朴素的原则，你也可以在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。说到这里，也许有人会好奇，小手川龙后来怎么样了？其实在成名之后，他依然选择远离聚光灯，过着低调的生活。和很多写书开课当股神导师的人不同，小手川龙从未出书，也不卖课程割韭菜。他赚够了钱，更在意守住财富和自由。后来，日本市场又崛起了一位传奇散户 CIS。
据说和他过去在论坛是好友，两人并称日本股坛双雄。不过小手川龙不像 CIS 那样活跃在媒体上，他更像人间蒸发，很少公开露面。偶尔有人会在日本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里发现他的名字，才知道原来他还在悄悄参与一些投资。有传闻说他在赚到数百亿日元后就半退休状态，专心享受生活，或者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了。不管真相如何，他已经成为投资界的一段佳话，留给后人无限遐想。总结小手川龙的故事，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有趣又有启发性的地方。首先，他的经历证明即使起点平凡，只要方法对路，也能创造巨大的财富奇迹。但同时，我们也看到那惊人收益背后是异于常人的专注、自律和对人性的战胜。他所谓最笨的方法，其实正是返璞归真的智慧，大道至简，把最基本的道理做到极致，就是成功的秘诀。低买高卖，严控风险，知止损，懂取舍，这些简单道理说易行难。小手川龙用他的成就告诉我们，投资不需要花哨的技巧，也未必需要高深的学问。有时候战胜市场，更多的是在战胜自己，战胜内心的恐惧和贪婪。对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，未必人人都能成为下一个小手川龙，但至少可以从他的经历中学到点什么。也许学不了他的交易速度和胆识，我们可以学他的纪律和理性。做不到日进斗金，我们可以努力避免大亏损，稳健增长资产。最后，希望这个传奇故事能给各位带来一些启发和思考。投资市场看似风云莫测，但原理其实往往就那几条。小手川龙的成功，说穿了就是牢牢抓住低买高卖这条最朴素的铁律，并坚持到底。它让我们看到，即便是被称为最笨的方法，只要坚持去做，往往能收到最聪明的效果。下次当大家面对市场起伏时，不妨想起小手川龙的故事，也许它能提醒我们回归常识，在贪婪与恐惧中保持清醒。谁说稳扎稳打就不能创造奇迹呢？有时候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做，就是一条通往成功的捷径。希望各位观众都能在自己的投资旅程中找到适合的方法，少走弯路，多有收获。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